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给大家介紹裝置 AMD Ryzen 7 7735HS CPU 和板載 32G LPDDR5 6400兆赫兹內存的高性能迷你電腦 GMK 極摩氪 K16。AMD Ryzen 7 7735HS 好久不見了，它是 Ryzen 7 6800H 的馬甲 U。這台小主機通過一個深空灰色全金屬支架固定住本體，本體是銀色和黑色的雙拼。它採用了極摩氪高端系列產品的造型，縮小而成，成就着只有 0.7 升的體積，既迷你還好看。大家喜歡極摩氪這一類新造型嗎？極摩氪 K16 裝置 AMD Ryzen 7 7735HS 8核16線程移動 CPU， 內置 AMD Radeon 680M 核顯 32G LPDDR5 內存 6400 Mt/秒，雙 PCIe 4.0x4 的 NVMe SSD， 3屏顯示輸出，雙 2.5G 網卡加 WiFi 6E， 前置 Oclink 接口。打開來看一下，主機和所有的配件都在這兒了。HDMI 線纜、說明書，這單槽小電源19伏 6.32 藍，一共120瓦功率。小主機是深空灰色全金屬支架和拼色機身，頂部有極摩氪廠家 logo。機身接口，前面板能夠 PD 和 DP 顯示信號一線通的 USB 4接口，前置 Oclink 接口，可以外接顯卡和存儲，雙 USB 3.2A 口、耳麥口、電源開關鍵。後面板 USB 3.2A 口、USB 2.0 接口、HDMI 2.1 接口、DP 1.4 接口、雙 2.5G 網絡接口、19伏電源接口。底部、雙側和頂部都有通風口，取下4顆導電螺絲，把支架和小主機本體分離。這應該是 CPU 風扇，這裡是系統風扇。取下4顆邊角螺絲，揭開風扇蓋板，看看內部接口情況。這是系統風扇，專門為內存和 SSD 散熱。32G 6400 Mt/秒的內存是板載的，一組2280 PCIe NVMe SSD， 控制另一組 PCIe 4.0x4 接口。這是 RJ616 WiFi 6E 無線網卡，這裡是 Oclink 小板。BIOS 裡首頁顯示本機安裝了 32G LPDDR5 內存6400 Mt/秒。這裡可以設置性能釋放，安靜模式35瓦，平衡模式45瓦，性能模式50瓦。我們選取了性能模式來做今天的測試。這裡可以設置來電置氣。這頁也可以設置專用顯存大小，最大 16G。穩定性是我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我們打開 i.64 跑 FPU 單烤的壓力測試 ，CPU 一條直線跑在50瓦，整機功耗跑到了68瓦左右。CPU 頻率穩定在 3.8 GHz， 我們單烤了1小時22分鐘，室溫25度的情況下 ，CPU 溫度最高到84度 ，SSD 最高溫度45度，這散熱可以啊。CPU-Z 多線程 5923.2， 单線程 660.4， 7735HS 的多線程成績在我們測試過的 680M 核顯小主機中排名中間。Cinebench R23 多核12840，單核1546，多核成績接近了 1360P， 和其他 7735HS、6800H 差不多。Passmark 多線程21683，单線程3496，多線程低於 1360P。綜合上面的比較，极摩氪 K16 的 7735HS 50瓦的性能釋放，多核成績排在 680M 核顯小主機的中游。然後看娛樂大師總分879988， CPU 得分567120。
我們給 Ryzen 7 7735HS 運行 OpenDouble 測試 ，AES 726,549 ，X20 409,170 ，Core Mark 378,638，在 Core Mark 成績上，它超過了 1360P 一大截，也超過了部分 6900HX、6800H， 居於 680M 核显小主機的中間的位置。原神 1080P 低畫質，跑起來戰鬥起來50多幀。地平線是 1080P 高畫質，開了2倍抗锯齒，全程接近60幀。黑神话：悟空是用游戲中的性能測試工具 1080P 低畫質超彩開到50，開啟真生成。最後結果是平均44幀每秒，實戰一下。这就是 Radeon 680M 核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来看一下游戏时的温度情况，室温25度的情况下 ，CPU 最高91度 ，SSD 最高45度。跑 Llama 3.1 8B 大模型还是探测者编程，跑到了 8.26 Token 每秒。这是 680M 核显小主机的正常成績。显示输出 HDMI 2.1 接口能夠輸出 4K 144Hz 8位 RGB 顯示信號 ，USB 4和 DP 接口最高能輸出 4K 144Hz 10位 RGB 顯示信號。我們的顯示器的 DP 接口可以超頻到 160Hz， 此時這台小主機可以輸出 4K 160Hz 10位 RGB 顯示信號。7735HS 核顯的視頻解碼能力，它能硬解本地 4K 60幀 VP9 視頻 ，YouTube 4K 60幀 VP9 視頻流暢播放。原廠硬盤測試3000兆比每秒，這是一塊 PCIe 3.0x4 的 SSD。USB 4接口外接雷電硬盤盒3100兆比每秒，這是不錯的 USB 4外接存儲的性能。我們還測試了小主機的 WiFi 網卡，這次是 RZ616 WiFi 6E 無線網卡。跑到了780兆 bps 以上，算是我的 WiFi 6無線網絡環境中不錯的無線性能。螃蟹 2.5G 網卡，我們也使用了 IPv3 測試了內網性能，不論單線程上傳下載還是多線程上傳下載，都跑到了 2.35G， 跑滿了帶寬。這些 2.5G 網卡沒有兼容性問題。即墨克 K16 裝置了 Ryzen 7 7735HS。這 Windows 下的最大性能釋放是50瓦。功耗表現我們列表給大家看，跑分測試整機最高功耗72瓦，待機最高功耗 7.3 瓦，120瓦的單槽小電源輕鬆搞定。室溫27度的時候 ，CPU 待機溫度39度 ，SSD 待機溫度43度。
生產力測試 CPU 100%的時候，機身56分貝，放到耳邊位置42分貝。這台裝置 7735HS CPU 的迷你主機的全功能 USB 4 接口，可以和我 PD 輸出90瓦的 LG 顯示器一線通。极墨克 K16 它裝置了 AMD Ryzen 7 7735HS CPU， 出厂最高50瓦功耗釋放， CPU 性能居於 680M 核顯小主機的中列，雙 2.5G 網口，雙 NVMe， 還有全功能 USB 4 接口，可以 PD 電源輸入和 DP 顯示信號輸出一線通，還有能外接顯卡坞的 OCLink 接口，超級大满貫接口啊，真的是可以算完美。說到缺點， 680M 核顯實在是老了，離我們測試的第一台 6800H 已經過去挺長時間了。總結一下，极墨克 K16 裝置的 Ryzen 7 7735HS 最高支持50瓦的性能釋放，散熱優秀，靜音穩定，超級大滿貫接口非常完美。在目前這個配件價格瘋漲的時期， 32G LPDDR5 6400MT 每秒的內存價格便宜不了，我猜肯定要2000塊了。再加上幾百塊的 512G 的 SSD， 光小主機的所含配件價格就擺這兒了。這是一台適合辦公以及家庭 HTPC 使用的中高端小主機，我們對极墨克 K16 給出推薦的評價。好了，今天就講到這裡了，我是老白，謝謝大家的觀看，再見。